Hi，Fora，我们今天要干嘛？前几天有观众啊问我说，理光的 GR3跟富士的 X100V 要怎么样选择？他不知道该如何选择，然后想听听看我们的意见跟想法。那刚好我买理光的 GR3，从去年它推出到现在也刚好差不多1年了，就想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1年来的使用心得跟感想，然后以及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这两台相机选择上有什么意见跟想法。哦，那你的周年心得是什么？首先就是理光 GR3、Ricoh GR3，它有大概我99%、98%的时间，只要出门，它就是因为带在我身上，带在我身边，它是一台不可离身的好相机。这个心得听起来很普轨，它的卖点就是好期待啊。那它跟前2代，你觉得用起来有什么差异？从画质开始好了。我觉得画质一定是有感提升啊，它的画素上升蛮多嘛，然后这个增加的画素，不管是你在想要大图输出还是裁切，都有蛮不错的，都很蛮方便。但不过说真的，对我来说啦，老实说，虽然有感提升，但是街头摄影来说，画素真的不是这么样的重点。是会被拿伞。好，那刚刚讲到哪里？颜色呢？你觉得颜色如何？我觉得刚拿到 GR3的时候，我觉得比起前2代它的颜色，我比较喜欢前2代的颜色。但是现在用了1年下来，其实 GR3的颜色也还不错，也真的是蛮好看，我蛮喜欢的。那你觉得你对它移除闪光灯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虽然我闪光灯使用的频率不是那么的高，但是我觉得它移除闪光灯真的是有点可惜。这样子你想要用的时候就没有得用，真的很真心希望它下一代能把闪光灯再拿回来。我个人是觉得没有闪光灯就不行啊，像我这种闪灯控，你还要叫我外接闪灯，真的是无法接受。我怎么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变成闪光灯控？对，一下有雨，一下没有雨，真的是很烦欸。那很多人提到它的发热问题，你觉得呢？我自己用下来也觉得它真的很容易发热。大概拍没有几张，你连续拍个几张之后，它就还蛮热的。不过并没有影响到拍摄，就是拍照的功能。就是我还没有因为它发热而热档让我不能拍照过。那我自己的拍摄习惯是拍看，就会把它关机，等到看到下一个想要拍的东西的时候才要再开机。所以我自己这样的使用下来，拍照问题是没有什么问题，不会影响任何拍照功能。只不过热真的是摸起来是不太舒服了，尤其是夏天的时候。所以当夏天如果我真的觉得太热的时候，因为我有用手腕带，我就这样子不会把它一直握着，我可能就把它这样吊着，抓着手腕带，这样子的话也就还可以接受咯。那电池呢？它的耗电表现如何？耗电表现，这不得不说，它耗电表现真的是有够差的。它一下子拍就没电了，大概这一颗电池大概可以拍个200张吧。然后如果我今天没有一直开关，而是看到一个东西真的在那边拍了很多张才要关，就是整个电池的使用的时候，开关次数不要那么频繁的时候，大概可以拍到快300张。那我自己的使用习惯设定是，我都已经把电源指示灯关掉了，然后我有开除尘，降噪也关掉了，然后防抖一直都是开着，这样子的使用情况下，大概是200张。那如果开关频率不要那么高的时候，可以拍到300张。但是这样的表现，其实我个人还是觉得不是太好。但还好的是，它的电池真的比较小颗，也比较轻。出去的时候多带个1-2颗，也不会感到太多的负担。那听说它的对焦很烂，你个人觉得呢？我自己刚拿到相机的时候啊，我真的觉得它的对焦蛮差的。本来说是会比前代进步，但是怎么感觉起来一点进步都没有。后来韧体更新之后，就变得有比较堪用的程度了。不过还是一样，跟前2代一样老毛病。如果你在暗处或者是对比较低的地方，它还是一直拉风箱，对不太到焦。那你的 GR 就是很容易入尘啊。然后他这次说他有加了防尘，然后你个人觉得这是有感的吗？就以我自己的使用习惯、拍摄习惯，这1年下来，我目前是还没有入尘，没有看到什么尘点。对，这些缺点听起来都是你可以去习惯或是克服的。那有没有什么点是你觉得你没有办法
克服？如果真的要说的话 ，Hello 狗狗。如果说真的要说的话，就是我觉得它的组装品质吧，它的 QC 品管不是那么的好。我是台湾当初去年台湾公司货第一批预购的时候购买的，然后在那一批预购的相机里面，有一段区间的序号的区间，它有方向键移位的位移的问题，然后甚至原厂就有召回，是维修，不管是维修或者更换。那我不在那个序号里面，但是我的方向键也是有，就是它的感觉就是松松的，然后用了大概半年的时候，它就开始接触不良了，开始乱飘，我怎么动它就乱飘，然后后来我就拿回去台湾代理商去修嘛。那他修了几天之后，他跟我讲说是方向键底下入尘了，把尘清干净就没有事了。那清完了之后拿回来用，事实也是如此。再用了半年，目前也都没有什么问题，蛮正常的。可是，它用起来的那个感觉就还是这样子飘飘的啦，所以我觉得还是蛮不放心的，真的很怕它哪天又在故障。我觉得这个拱门蛮酷的，帮你拍一张。你刚刚什么停在这里？帮你拍一张，帮你拍一张。看我裙子真的是美爆哎！对，这个裙子看起来就是交通非常安全。对，没错。不会被路上被人家撞。对。好，可是刚刚这样讲起来，就觉得 GR 一堆毛啊，都要你去配合或是克服它。既然如此，为什么你会说它是好相机呢？就像我一开始讲，最重要的一点，它在这么小巧便携的体积里面，能产出这么好的画质。那它其他那些不好的缺点，并不是我无法忍受、无法接受的，所以我会愿意为了这个最好的这个优点而去妥协、去接受其他东西，就是为了这个优点。靠我常常讲的话，只要你能愿意常带上街、随身携带的相机，能让你拍到更多的照片，它就是好相机啊。可是 X100V 它既有颜值，然后也没有什么毛要你去克服或者是配合，然后它既小巧便携又有画质，这样 X100V 不是更好吗？我还以为你忘记观众的问题。对，那虽然说是这样没有错啦，可是它小巧便携归小巧便携，它毕竟还是没办法真的放到口袋里面啊。所以说，真的要是我来说的话，我觉得它未必是最好的选择，也未必是更好的选择。怎么说啊？先拍个照。好。还没有回答我刚刚的问题，到底怎么说呢？一台是35，一台是28焦段啊，而且撇开焦段不同不说，在以前还没有 X150代，在还没有 X150代跟 GR3的时候，我个人认为 X100系列相机能做到的事情 ，GR 系列相机都能做得到，但是 GR 系列相机你能做的事情 X100做不到，所以你问我说它是不是更好的选择，我觉得未必。可是 X100V 有关顶窗诶。GR 也可以有外接关顶窗啊。可是 X100V 有防尘滴又有闪光灯 ，GR 没有防尘滴也没有闪光灯，而且 X100V 的闪光灯还很漂亮。所以我刚刚才讲嘛，到了这代之后，他们两台就有一个差异性的不同了。X100V 它有闪光灯，然后又有防尘滴，像你看今天下雨就很方便。但是 GR 呢，它现在有机身防抖，然后它又有还是更便携，以及它一直很好用的 Snap 模式，这个点还没有移除，所以这两台现在已经变成取向不同、功能性不同、焦段又不同，端看自己的需求来决定要挑选。我觉得我们应该要示范一下 X100V 的闪光灯有多好看。好，我们上去楼梯看看有没有可以拍到什么有趣的画面。Scar 来试看闪光灯。好，这里感觉就可以了。好，那我上去。对，刚刚都没有提到 X100V 可以录4K， 但是 GR 不行，所以在选择上，你看又是一个差异性。那刚好有人聊到说，问我们 X100的发热问题，然后我们上一集你又用 X100V 帮我们拍了一整集那个20的镜头，所以就想说来跟大家聊一下
使用 S100V 录影的表现、录影的感受，然后以及它的发热问题、发热感受会不会影响你的拍摄。然后我相信可能很多人没有看过 GR3的录影表现，那我就同时用 GR3 侧拍你吧。我觉得我们对 GR3 好严苛哦，就是很刻薄，竟然用夜拍来测试它。那你不要拿相机挡住你的脸。哦，好啦，啊，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就是它真的发热问题很严重，只要你在短时间内呢录个几条 S100V 就会开始发烫，然后那天拍完之后，我的整个手掌心是红色的，就整个很烫这样。但是必须说的是，它的耗电跟发热问题其实比我们想象中的好一些，因为到真的拍的时候，它也没有真的因此发生热档或是不能拍的情形。那只要你在拍摄的你稍微掌握一下拍摄的间距，就是你拍完之后，你让它休息一下，你关机，你不要让它一直待机，然后让它休息够长的时间。其实它是一台蛮堪用的，露营来说蛮堪用的相机啦。家庭使用，就是居家旅行，必备良药。没有，就是家庭使用时。是生活记录用啦，生活记录。如果你要把这个影片拿来当生活记录用的时候，还 OK 吧？对。我觉得这个景蛮漂亮的，让我帮你拍张照。哦，好。啊，刚刚有一点我想要补充的，就是 S100V 它没有防手震的功能。那我之前一直觉得自己手的还算蛮稳的，但没想到就是没有防手震的时候，整个录影的时候飘得乱七八糟这样子。然后再加上它的机身比较轻巧，没有重量就更难掌握，所以我觉得没有防手震功能这件事情，对录影来说其实是比较吃亏的。不过因为它机身比较轻巧啊，所以那天一整天录完的时候，其实手腕很舒服。它是一台对手腕非常友善的相机呢。所以你看，很巧不巧 ，GR3 跟 S100V 它们都有过热的问题，都很容易发烫。但是在我们的使用下来，不管是 S100V 还是 GR3。两台相机，它们的发热不会影响拍照的表现。那录影的话，就是注意一下，不要连续录这么长的时间的话，我想也都没有问题的。那最后还没有问你，你最后会选择 S100V 还是 GR3 呢？我不是两台都买了吗？